大家好，演技不精，身材来补，表情目击，瞠目吓唬，这就是内娱圈当中林林总总的时下惯象了。这种内娱内卷只是冰山的一角，更多人聚焦的是同行同职、同样优秀的竞争，又如何达到理想化的那种双赢的理想效果呢？特别是这个关键的2020年，比如正在跟周冬雨搭戏的王一博，以及之前跟周冬雨搭戏的易烊千玺，资源优化和促进能做得到吗？答案是能。比如拼命镀金主流的杨幂，以及实力镀金主流的赵丽颖，早就找到了相关的答案了，而且答案就在他们的眼里。在他们的眼里，一个是石头，一个是浮水，一个是星空，一个是浮云。王一博和周冬雨顺利的进组成功之王，真的是一次很好的相互促进的机会。特别对于王一博而言，之前易烊千玺凭借着与周冬雨合作过的《少年的你》，斩获了多个的奖项，跟着呢，在演员的道路上走得更加的通达，也更加的扎实了。无可否认，王一博和易烊千玺实在是太撞型的，这种偶然也是必然，甚至可以说是未来主流的一种模式了。二人同属形容派，而且二人又特别的喜欢街舞，这就是街舞播出之后，易烊千玺第一次参加节目，就顺顺利利的成为了最年轻的冠军队长了。而王一博在参加了相同的节目之后，更是蝉联了2届冠军队的队长。如今二人在演员的道路上的发展高度的雷同了。有趣的是，高人指点过的这2个人，在选剧本的技巧上，居然也品味接近，路线重叠了。如今王一博的口碑和易烊千玺式的热度，都在迅速的发酵中和直线的上升当中。在新闻我看来，这2位艺人虽然年纪上稍有些许的差距，但是呢，聪明度却是不差伯仲的。您发现到了没有呢？年轻、优秀、努力、用功的顶流艺人不在少数，但是二人的低调却是惊人的相同的。这2个人的分析我也开篇过不少的话题了。今年的发展的方向更是二人星辰大海、触手可及的共同的视野了。杨幂的话题这一段时间我不得不再次的反复的提到，您猜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她和赵丽颖的距离已经是越来越近的了，所以这是2022年的一大看点之一了。不信您看看我最近铁嘴视角下的那些胡思乱想就行了。野蛮生长自从去年10月20号开机以来，已经持续3个月的拍摄工作了。剧组的工作也一直都非常的低调，片方的保密的工作十分的到位，鲜少有相关的物料流出。结果呢，1月14号话题就来了。有好有坏，这一波算是达到了剧组的3重的目的了。其一，剧组在宁波东吴取景的时候，东吴老街上的吃瓜的群众们果然争先恐后的跟着剧组起舞，成功的刷了2次的热播屏幕。赵丽颖身穿白色高领毛衣，搭配着鹅黄色长款裙装的外套，以及抢眼的白色的长裤和白色的高跟鞋，一种奇怪的80年代的女大学生的感觉扑面而来。黑长直的发型，还特别的套上了一个蓝色的发箍，看上去也是十分的恬静贤淑。这么样的一种端庄范儿，让人无法感受得到遇强则强、敢打敢拼的那个许半夏的角色出来。很明显，赵丽颖的增肥还是相当成功的。在所谓路人的视角下，肉眼可见的那种软润，让赵丽颖相当的减龄。现在这个34岁的女大学生，压根儿就没有半点的违和感。
那个小弟欧豪对比下来就莽撞了不少了。欧豪假发道具实在是让人眼前一亮，蓬头垢面何润东的现场的气势感，您觉得有没有呢？我之前也聊过了，欧豪是个电影咖，只是大制作的电影里面他只能演男四或者说男五，厉害与否就见仁见智了。因此资源咖欧豪需要一部正五的电视连续剧去拉抬自己的流量和自己的知名度。有意思的是，穿搭洋气的淑女赵丽颖的手上白色的包包跟2个蓝色的大布袋，这个化学的场景的设置就是这2个人刚刚购物完，跟着呢就是欧豪骑着年代标配的那一度让人非常有面子的飞鸽牌28自行车，带着他赶往了下一站。这明眼人一看就会知道，这不妥妥就是那个年代最美好最动人的热恋的表征吗？在那个年代，一部让人长脸的28就是恋爱刚需的情侣的硬件了。因此这一波的路透硬是磕出了语言不详的 CP 的感觉出来了。后期的剧情肯定可以解释通的，但是这波路透的炒作让人实在是哑然不已的了。其二，之前我也曾聊过的了，野蛮生长有过少量的路透在网上流传过。当时的赵丽颖妥妥的都是女老板上身的那一种霸气，穿着很有气场，气质截然不同。特别是赵丽颖在工地上指导工人们干活的样子，那种大女主的特有的气场已经肆意开来了。这种近乎倒叙的方式恰恰说明了剧组的这次的安排是有很高的目的的，或者说就是要打造一波甜蜜同款、浪漫唯美，甚至避免绯闻等等等等的此地无银300两的相当油腻感的关键词出来。于是乎，或许您跟我一样，连续看到了不少相关的强行磕糖的炒作，大家伙都算是正式的开始吃瓜入套的了。为什么我会特别这么说呢？因为赵丽颖这次和欧豪被路透出来的骑车的一幕，赵丽颖的设定是一位小混混，而欧豪只是他收的一名小弟而已。结果呢，您看到了什么呢？其三，所以说到这儿，一箭三雕的剧组路透也算是基本上完工的了。这波路透造型故意的曝光之后，自自然然的也成功的吸引到了黑粉们的强烈的好奇心了。跟着呢，大家伙合力把好奇心推上了热搜了。当然，这种为黑而黑的话题，关键字就是一个字，就是黑。不少吃瓜黑粉都异口同声的讪笑赵丽颖小短腿好吸睛，或者说造型土到掉渣。话说那个年代的西服的的确确流行加大一码的洋气穿搭法，于是乎这装扮的的确确把赵丽颖的上身给拉长了。于是乎跟欧豪的男人腿一比较的话，女人腿的比例就明显的短板出来了。于是乎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的赵丽颖，一个自自然然的怕搞脏裤腿的收腿的动作，就成为了黑粉们眼中让人狂欢和快乐的吸睛小短腿的了。有的黑粉直言，这路透其实就是乡村小妹进城找工作的那种既视感，因为土到掉渣，完全看不出赵丽颖身上有半点的女企业家的影子，像极了街边卖行李包的乡村小妹。如此这般，等等等等。说到这，剧组肯定也会跟着笑了。为什么呢？因为目的已经达到了。
无论如何，新闻我想，只要剧本不会被魔改的话，这种剧组的小心思编排，还是一笑吃瓜算数吧。因为水分实在是太多了，也无法脱水了，就将就着吧。好脾气的赵岭明明被摆了一道，却也不在乎了。这就是努力脱妆转型的必由的代价了。而且他也不可能计较太多的。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因为这2天新闻我老是聊到了杨幂，或许就是一种直觉吧。结果我的感觉居然再次的被我铁口了，因为那边厢的杨幂终于出手反攻了。杨幂现在已经准备好了接拍爱奇艺的下一部的悬疑短剧了。众所周知，赵岭已经和爱奇艺在这方面合作愉快的了，即便刚刚过去的那个结果还是小有遗憾的。杨幂的出现注定让小成本的市场也开始泛起水花出来了。且不论赵丽颖的回马枪，现在这2个人的资源的竞争已经距离缩短了，已经开始近身了。这让新闻我实在感觉一种演技的对比已经开始超越出了资源的对比了。这或许就是一种肉眼可见的，或许真的会在今年出现的演技的分水岭了。您还记得吗？《楚乔传》的一个场景当中，宇文怀掐着赵岭的脖子的那一刻，画面感是这样的，满眼的窒息和绝望，痛苦和伤心，简直真实可见，完美呈现了。而在《古剑奇谭》的另外一个场景当中，李易峰用力掐着杨幂脖子的时候，杨幂的痛苦是这样的，仿佛仍然有讨价还价的空间。为了更好的解释和传达一种演技上的真实感出来，让我们再回过头看一看《云溪传》当中4000年一遇的美女鞠婧祎被秦王掐脖子的时候，有没有秦王扶着拐杖的那种既视感呢？由此可见，2022年演技在资源重叠、资本压缩以及清朗未朗的娱乐圈小时代当中，将会产生出逆向淘汰的大势潮流出来了。只有那些眼界站得高、演技站得稳的人，才能笑看风云，才能淡定人生。说到这，您看出来了没有呢？谁的眼里是石头？谁的眼里是浮水？谁的眼里是星空？谁的眼里又会是浮云呢？